大家好，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500订阅。团员可以投票和留言告诉我会，可以直至不断更新影片。再感谢大家。日本武术之光，宫本武藏的传奇故事。宫本武藏是日本战国时期的武术家和剑客，以其卓越的剑术和智慧而闻名于世。他的战绩包括许多令人震惊的胜利，如在川中岛之战中击败了日本最强的剑客佐佐木小次郎。他的武术风格独特，注重实战和内外兼修，融合了多种流派的技术。宫本武藏被视为日本剑术的宗师，他的剑术以简洁、快速、精准而著称。至于他的神话故事，有传说他与僧侣忠实进行了一场传奇的剑术对决，最终以忠实的智慧战胜了对手。宫本武藏的生平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和传奇故事，被后人尊称为剑圣。宫本武藏生于1561年，出生地点有所争议，有说是今日的京都，也有说是今日的岐阜县。年轻时，宫本武藏展现了非凡的天赋和对武道的热情。他游历各地，拜师学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与切磋，不断精进自己的剑术技巧。宫本武藏的战绩与传说齐名，他曾参与了许多战役，包括日本战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他不仅在战场上显示了无双的剑术，还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战略眼光，因此赢得了众多战友的尊敬和敬仰。他的剑术风格独具特色，注重于快速、准确、精妙的攻击，并结合了多种流派的技术。宫本武藏的剑术被誉为日本剑道的极致，他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影响了日本后世的许多剑术流派。除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外，宫本武藏的神话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他与僧侣忠实之间的传说剑术对决是其中之一。这场传说中的对决被认为是武藏与智慧的对抗，象征住武道与修行的融合。宫本武藏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战绩和故事仍然被人们探索和传说着。他的传奇故事和武艺精湛的剑术使他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宫本武藏在战国时代有什么？在战国时代，宫本武藏以其卓越的剑术和战略智慧著称。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剑客，还是一位精通兵法的智者。在战场上，他展现了无双的战斗技巧，总是能够在危机中保持镇定，以其精湛的剑术和战略眼光化解敌人的攻势。宫本武藏的存在为战国时代的武士社会带来了新的风貌和思维。他强调实战和自我修养的结合，提倡剑术的精神境界与武士道的价值观。他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影响了后世许多武术家和剑客，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代表之一。在战国时代动荡不安的局面下，宫本武藏以其卓越的剑术和智慧，为自己赢得了无数的胜利，也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传奇。他的存在和影响使得他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宫本武藏在战国时代的故事。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宫本武藏展现了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他不仅在战场上以一己之力击败强敌，还以其深厚的武术造诣影响了许多后世的武道家。宫本武藏的剑术精湛，以精巧灵活而闻名。他的剑术风格独具特色，融合了多种流派的技术，并注重于实战和精准的攻击。他不仅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还在切磋中向其他武术家展现了他的绝技，赢得了众多武士的尊敬和钦佩。除了他的武艺之外，宫本武藏的智慧和战略眼光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善于分析局势，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并以巧妙的策略取得胜利。这些战略上的智慧使他成为当时战场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也为他赢得了众多战友的信任和支持。总的来说，宫本武藏在战国时代以其非凡的武术和智慧，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他的故事激励住后世的武术家和剑客，并对日本武士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暂时插一则广告，我的频道创新主题真真实实报道真实微不足道的文怪事，请大家支持本频道。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500订阅，我们接着说下去。接下来是我自己幻想和想法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日本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武士和剑客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一位名叫宫本武藏的剑客，他拥有着非凡的剑术和智慧，被人们尊称为剑圣。宫本武藏生于1561年，他从小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乡，踏上了一段寻找武道真谛的旅程。在旅途中，他遇到了许多师傅和同道中人，不断学习和精进自己的剑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宫本武藏的剑术日益精湛，他的名声也渐渐传开。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人能及。但与此同时，他也以一个智者的姿态，指导着后进的剑客，将自己的武艺传承下去。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宫本武藏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帮助了一位传统的大名取得了胜利，拯救了整个家族。从那时起，宫本武藏的名声更加响亮，被誉为日本武士道的楷模。
宫本武藏的风格是典型的武士风范，他沉着冷静，充满着正义和荣誉感。他的剑术精湛无比，每一刀都是极致的完美，展现了日本武士的精神和品格。这个故事融合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剑术传承，展现了宫本武藏作为一个武士的荣耀和责任。他的事迹将永远被后人传颂，成为日本历史上不朽的传奇。宫本武藏的事迹被人们口口相传，他的剑术被赞颂为登峰造极，超越凡人。然而，他的一生并非没有挫折和磨难，在他追求剑道的旅途中，宫本武藏遇到了无数的挑战和敌人，有些是想要挑战他的剑术，有些是嫉妒他的天赋和成就。但宫本武藏从不屈服，他以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一次次克服了困难，不断提升自己的剑术。在他的一生中，宫本武藏也经历了许多战争和冲突，在这些战役中，他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成为众人敬仰的英雄。他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为了整个日本武士道界的传奇。然而，宫本武藏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和矛盾。在一次重要的决斗中，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恐惧和挣扎。这场决斗改变了他的一生，也让他更加坚强和成熟。最终，宫本武藏以他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剑士。他的故事将永远被人们传颂，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代表之一。我把主题好像带偏，现在回到真正话题，接着说下去。宫本武藏创立以下是关于宫本武藏的天一教义。天一教义是宫本武藏所倡导的一种武士道思想，强调了内心的平静和道德的重要性。在这个教义中，天一代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内心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宫本武藏教导人们要透过修炼内心和精神，达到心无旁骛、身心合一的境界，从而实现自我提升和内在的平衡。天一教义强调了自我反省和修炼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透过不断的内心进化和修行，才能实现真正的成长和进步。在这个教义中，宫本武藏教导人们要追求内在的平静和谐，以此来应对外在的挑战和困难，从而实现自我完善和提升。天一教义也强调了道德和义务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应该以正直、诚实和勇气来行事，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宫本武藏教导人们要以宽容和善良的心态对待他人，不断的努力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从而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和谐共处。总的来说，天一教义是一个关于内在修行和道德行为的教义，强调了人与自然、内心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宫本武藏透过这个教义来教导人们如何实现自我提升和完善，以及如何在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为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宫本武藏的二刀流剑术也称为二天一流，是他独创的剑术流派。这种剑术风格以同时使用两把刀进行战斗而闻名，这在当时的日本剑术中是非常创新的做法。二刀流的技术不仅在实战中有效，也反映了武藏对剑术哲学的深刻理解。二天一流中的二天象征住太阳和月亮，代表住阴阳对立的事物。武藏认为，通过左右手各持一刀，可以达到统一阴阳、左右合璧的效果，从而在战斗中取得优势。他的这种剑术理念不仅提升了战斗技巧，也提供了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平衡。宫本武藏在其晚年完成的著作《五轮书》中记载了二天一流的理论。这本书不仅是剑术指南，也是他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书中，他将传统的十手、一刀、二刀等招法整合成武式，并详细阐述了右手大太刀、左手小太刀的二刀招法及其相关的兵法理论。有关五轮书中具体技巧和战略，五轮书是宫本武藏对剑术和兵法的深刻理解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本书分为5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代表了不同的元素和相关的战术和策略。以下是对这些技巧和战略的简要介绍。地之卷这一部分是整本书的导论，它讨论了兵法的基本原则和心态，它强调了学习兵法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系列的指导原则，如保持正直的心态、锻炼身体、避免修炼障碍等。水之卷以水的特性作为隐喻，描述了剑术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它涵盖了从心态、体态、眼力到手法、姿势、招式和战术的各个方面，强调了在战斗中如水般的流动和变化。火之卷使用火的比喻来描述战斗中的策略和战术，它谈到了如何在战斗中占据有利地形，如何把握先机，以及如何在战斗中迅速而有效地击败对手。风之卷探讨了当时日本各地的剑术流派的风格和特点，它分析了这些流派的优缺点，并强调了了解这些不同风格对于理解二天一流兵法的重要性。空之卷是对兵法真谛的探讨，它提出了空的概念，即在战斗中达到心无旁骛的境界。这一部分强调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晰头脑和适应变化的重要性。以下是对宫本武藏一生中几个重要事件的概述。名字的谜团，宫本武藏的真名其实是玄姓，而武藏是他的通称，在社会上与人互相称呼时使用的名字，而非他的官方名字。岩流岛的决斗，武藏最著名的决斗是与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的对决。这场决斗的细节存在许多版本，
但普遍认为武藏使用了一把木刀战胜了小次郎。五轮书的成书，武藏的著作《五轮书》是在他去世前1周完成的，并且原本的手稿已经失传，现存的都是弟子们的抄本。艺术成就，除了剑术，武藏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的水墨画作品，如题图、枯木鸣菊图、红梅鸠图等，被日本国家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宫本武藏，又名藤原玄信，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剑术家、兵法家和艺术家。他以二刀流剑术闻名于世，并创立了二天一流剑术。他的生平和事迹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个谜，但他的影响力和遗留下来的著作，如《五轮书》，对现代日本人在哲学、经营乃至运动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年生活与训练，宫本武藏出生于1584年的波摩国今日的兵库县。他的父亲新免吾尔是一名武士和兵法家。武藏从小就接受严格的武术训练，并在13岁时就赢得了他的第一场决斗。这场胜利标志住他作为剑士的早期成功，并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无败纪录。关原之战与流浪岁月1600年，宫本武藏参加了关原之战，这是日本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最终导致德川幕府的建立。战后，武藏成为了一名浪人、无主的武士，在日本各地旅行，与不同的剑士进行决斗，以磨练自己的技艺。剑术与决斗，宫本武藏以其独特的双剑风格而闻名，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二天一流。他声称在29岁之前，他已经进行了60多次决斗而从未失败。其中最著名的决斗是在1612年与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的对决。这场决斗增加了他的名声，并被广泛的记录在日本的武士传说中。晚年与著作晚年，宫本武藏隐居，并致力于写作和绘画。他的著作《五轮书》是一部关于剑术和战略的经典文献，至今仍被视为武术和哲学的重要读物。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的水墨画作品被认为是日本国家的重要文化财产。宫本武藏于1645年去世，但他的影响力和他所代表的武士精神一直延续至今。他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不仅在日本，在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感谢收看，下次再见。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希望您会喜欢这篇文章。